伊丽莎白·赫利，美艳性感，和休格兰特恋爱13年无果，58岁风韵犹存，美艳和性感的象征，诱惑的化身。这是世人对伊丽莎白·赫利的定位，因为她实在太美，美到让无数男人甘愿为其折腰。可这样的美似乎只能让男人享受刺激、视觉的吸引，真要将她娶回家，好像不是什么好的想法。至少对于休格兰特来说是这个样子。伊丽莎白·赫利出生在一个小镇上，家境一般，从小就对时尚感兴趣。她先天条件好，身高1.75米，容颜俏丽，身材一流。在高中时就兼职模特赚生活费，在模特界混出名后，她顺势进入好莱坞，开启了演艺事业。拍戏时，赫利和英俊帅气、被称为英国情人的休格兰特因戏生情，走到了一起。格兰特是一手打造了赫利的男人，也是见证他从青涩走向性感的异性。两个人于1987年开始相恋、同居、拍戏、晒恩爱。我们正在一起学习厨艺、意大利语和吉他，总是为谁在烹调上更高明争取不下。我勉强承认他的意大利语比我强那么一丁点，那时赫利根本不会想到，他与格兰特的这段爱完全不可能修成正果。所以在接受《Hello》杂志采访的时候这样说：如果其他感觉都失败的话，我们最终可能会像 Darby 和Joan那样成为老夫老妻。你看，在与格兰特的这段恋情中，赫利其实一直都是处于弱势的。她深深爱着那个男人，愿意以卑微的心态守在他的身边，哪怕1年又1年。甚至赫利非常坦诚大方地对外表示过，我有时很希望能与对方有个孩子，可那只是想想，因为不想，他便不提，因为他不想惹对方不高兴。1995年，赫利已经声名鹊起，已经成为众多男人眼中的夏娃。可格兰特却因为在公共场所参与不良行为而被判入狱半年。6个月的时间里，赫利从没有离开，她陪着自己深爱的男人，陪他度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这样的爱恐怕会感动一大波男女。然而对于格兰特来说，从来没办法上心，似乎他从一开始就了解这段恋情的真相，他根本没有修成正果的可能性，因为外面的世界那样美好。格兰特不想失去更多的鲜花与爱情，他一边恋爱一边欺骗，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手段。他不仅在两人交往期间与其他女性传出绯闻，还多次被拍到与不同女性亲密出行的照片，这些行为无疑是对赫利的极大伤害。尽管如此，伊丽莎白还是选择了原谅和包容，她试图用自己的温柔和关爱来感化这个浪荡子。伊丽莎白对我的丑恶行径表现非常大度，她一直都在支持我，这就是在爱中低到尘埃中去的样子吧。性感美艳如赫利，她怎么可以如此卑微？但可惜的是，她的努力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。最终，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争吵和冷战后，两人选择了和平分手。想来一段不好的恋情足以导致一生的悲情，至少对于赫利来说，他的人生便在这段爱情中毁了，而且毁得彻底，连同自己的儿子都没办法得到救赎。2000年，与格兰特相恋13年无果，赫利终于转过身去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不过是倔强的一副样子，而不是他内心真实的声音。所以哪怕相恋13年无法修成正果，赫利依旧与格兰特保持了很好的朋友的关系。他不想因此就将自己生命中那个男人的影子抹除，可事实证明，这样的纠缠是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的，而且对于赫利来说，这种影响绝对大到他后悔不及。当然，他是不会承认这种心情的，哪怕后悔也是独自承担。分手后不久，伊丽莎白遇到了美国富豪史蒂夫·宾，这位富豪以他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伊丽莎白的注意。或许是在上一段感情中受伤太深，伊丽莎白急需一个新的开始来疗愈自己的心灵。然而，这段感情也并没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那同样是一个花心的男人，但有太多的钱，又过于任性。如果择爱不成，转身则物质也不为过。赫利与史蒂夫，一个有钱，一个有貌，似乎非常登对，但谁能想到呢？他在对方眼中却只是开放性的女友，
这似乎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，我们之间根本没戏，不过就是玩玩而已。想来史蒂夫渣是一方面，而他非常了解赫利心中放着一个男人也是一方面。赫利却没在意这些，离开格兰特，一切都不能再与爱挂钩。她不在乎身边的男人是谁，所以很快她便怀孕了。已经35岁的高龄，想来她是真的想成为母亲了。奈何史蒂夫不想被套，坚决不承认赫利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。在格兰特面前是个温柔的小女生，但在别的男人面前却是个一意孤行的大女主。赫利没有理会史蒂夫的意见，执意要生下那个孩子。10个月之后，儿子达米安出生，而赫利与史蒂夫18个月的恋情也就此结束。他不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，可以连同孩子的母亲也推开。达米安成了世人眼中的私生子，明明长得与父亲一模一样，可却得不到认可。赫利也不是养不起孩子，见史蒂夫如此绝情，不再和他纠缠了，独自一人将儿子抚养长大。2020年，55岁的史蒂夫患上了抑郁症，从自家楼上一跃而下，跳楼身亡。除了达米安之外，史蒂夫还有一个私生女，和达米安同父异母。对这2个孩子，史蒂夫态度差不多，都是不管不问，就像不存在一样。为了不让这2个孩子继承自己的遗产，他在去世前早就立好了遗嘱，把他的遗产留给了父亲。他这心是真狠，捧那些政客的时候，几百万、几千万扔出去，一点也不心疼。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，连个外人都不如，一点好处都不想让他们捞着。史蒂夫的父亲彼得和史蒂夫是一类人，钱多到几辈子花用不尽，对史蒂夫这2个私生子却抠门得很。史蒂夫生前挣得少，花得多，到他去世时，爷爷给他的6亿美元没剩下多少。史蒂夫是富3代，他的父亲彼得是富2代，比他还要有钱，给孙子辈的孩子们准备了65亿的基金。彼得以史蒂夫的2个私生子是非婚生子女为由，拒绝他们继承这笔财富，谈不到一块，双方打起了官司。第1个回合，史蒂夫的2个私生子获胜，获得了继承权，大约可以到1.8亿英镑。彼得不服，以2个孩子没有陪他们长期居住为由上诉，要求取消他们的继承权。这一次，彼得大获全胜，获得了这65亿基金的自由支配权。看他对儿子这2个私生子的态度，估计最后这笔巨额财富根本没有他们的份。史蒂夫这对私生子女实在是有点惨，家族里人人都是亿万富翁，他们却一点好处也得不到。不依靠父亲和他的家族，达米安依然过得很好。重点是赫利实在是心太大了，竟然转身让格兰特成为儿子的教父，多么讽刺，又是何其无奈。爱情这种东西，有时候一时发生了便是毁天灭地。赫利知道没办法与格兰特走进婚姻，但他也不甘心就此与那个最爱的男人撇清关系，就这样用各种关系套牢，然后远远看着也是好的。22年过去了，达米安长大了，史蒂夫离世了，格兰特虽然结婚了，但依旧一副对婚姻不感冒的样子。只有赫利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婚姻，然后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陪伴儿子，如今已经是58岁的年纪，却还在圈内美得惊天动地。看看奔六的她穿着大红的吊带长裙，是不是风韵犹存？想来这种状态依旧会让很多男人折腰的吧。只是对于赫利来说，走过了真爱，离过了婚，她似乎已经对爱情没多少想法了，只是偶尔还会纠结最初的那个男人，甚至谈一些注定无法成真的妄言。有时我和格兰特发神经，就调侃说我们俩要是在一起的话，现在都有5个孩子了。可是当初在一起时，我们俩都没过这种打算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后悔可言。真的没有后悔可言吗？格兰特已经结婚了，而奔六依旧单身的赫利，真的没有再等一个人，再用一生守候一段感情吗？